有点怕。大不是，这有点恐怖，我腿软了。天哪，这也太恐怖了吧！能在海拔高达8000米的云霄中成群结队穿行的斑头雁。看手机就行了。美洲大陆上我觉得鸟类莱鳌，又叫美洲鸵鸟，还有网络神兽羊驼和它的伙伴驼羊。驼羊是羊驼的伙伴。美丽的大眼睛和色泽亮丽的毛绒，因其皮毛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而被誉为山脉上走动的黄金。这也太恐怖了！哎呦我的妈！比鸵羊小，我想坐地上，为白色或者棕黄色，而且没有安全带，我的天！刘海的就是著名的网络神兽羊驼啦。在湖里，还有美洲丛林里最美丽的动物之一——美洲红环，它是世界上羽毛颜色最红的鸟类，也是最濒危的鸟类之一。在乘客来车期间，大家注意安全。那他们怎么敢站起来啊？我的妈呀！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缆车。哇，底下有动物。我把磨皮关了。我看手机没那么恐怖，看外面就恐怖。是，不是？袋鼠吗？他为什么没有安全带？而且，袋鼠。他送了一个那种手机的那种防。好怂啊！我想坐地上。就可以坐到车吗？这什么玩意儿？这也太恐怖了。因为现在是上海。真的有点恐怖。没有，这是家属的。我不行了，我也想坐地上。我很怂，我认怂了。今天天气很好。我想。它是在这上面可以看底下。我有一种坐过山车的感觉，真的。我有一点点怕。因为主要它没有安全带，然后屁股这儿还是悬空的那种感觉。你现在1个半小时我现在一动不动。不是。对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应该把半小时。我看了那个攻略说，这也挺高的，我觉得。这到的时间好快啊！好像快到了。明天几点钟回南宁啊？就我要往下看，往下我除了看到地板，我啥都没看到。我整个人一动都不敢动。哦，我看到了大象。我们现在进入了神奇的亚洲象王国。亚洲象是现存大象的一种。目前在我国的境内，野生亚洲象我可以往后。300多头，分布在我国西南的西双版纳地区。亚洲象在野外最多可以活60年，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它们。大家知道怎么分辨亚洲象的性别吗？答案很简单哦，有着长长象牙的就是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送了我一个那个防坠落的那个袋子。并不是没有牙齿，只不过它们的牙齿比较短。来，刘老师给你们看看大象。我们可以看到身上有白色的条纹，头上还顶着2个螺旋状大小的大弯角鳞。它可是羚羊中的跳高冠军，最高可以跳3米多高哦，差不多是家里地板到天花板的高度呢。面部不敢动，动也不敢动。白脸牛羚，毛皮是白色，动也不敢动。灰黄色的是弯角电羚。我就该坐火车，我适合在地上。有着动物界婀娜身段、优雅姿态的模特长颈鹿，它们有着迷人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长长的脖子，还有修长的美腿，走起路来既帅气又大方，步履悠闲却又不失优雅的姿态。这十足的模特范儿，让见到游客们都连连称赞。缆车前方是非洲好心站，在缆车未进入站台时，不要站立，不摇晃车厢。
所期间，我想要长颈鹿。向窗外，禁止高空抛物。我一直想来动物园很久了，这个解说不太行，只有哇。那还是有钱的。哇。还是挺好的。而且今天天气挺好的。我手机是不可能的，我到了，上了！哎呦我的妈呀！被摇的哇！你看地上，这怎么是镂空？啊，终于到了，我一身冷汗，绝对不是热车。不，我在非洲。不用下车。哇，我看到过这个，太恐怖了！你们怕蛇吗？蛇跟老鼠是我最怕的东西。我觉得这国特的人像哦，我戴了一个很防晒的帽子，是不是很防晒？哈哈，是啊，我一个人。这真的很防晒，可以遮到我的脖子。看得清。班长，看你们看外面，来这儿逛逛。好热。我要下缆车了。你们听得到我声音吗？这帽子真的很防晒，它整个遮到了我的脖子。天大呀！然后我戴着耳机，我怕就是可能位置不太对或者怎么样。我刚刚跟我妈开了一会儿，然后我妈怕高，我就给关了。真的懒得睡。本来想让，哇，怎么还有？这可以下车吗？还不能下吗？哦，我的上帝！怎么又出来了？我以为我要下车了，怎么我？我的妈耶！怎么又上路了？这个，你看，我已经离开了非洲草原。是被称为高富帅的长颈鹿，它们有着迷人长的大眼睛、颈鹿在哪？长长的睫毛、长长的脖子，还有修长的美腿，走起路来既帅气又大方，被称为草原模特。那我还是拿个绳子绑法让见到的游客们都连连称赞。长颈鹿除了这是进那个园的时候，他发的一个那种手机防坠落的袋子。高富帅，天哪，我已经敢放开两边手。长颈鹿身高可高达6米，为了给大脑供氧需要，所以长颈鹿的血压都很高。感觉这里更高了。如果它们长时间低头进食，就很容易脑充血，这就会危害长颈鹿的身体健康。我要把它挂在我的脖子上。所以长颈鹿喜欢吃高处的树叶。我放进去，为了配合长颈鹿的体型，果园的草料特意放在适合长颈鹿高度的位置上。在缆车前进方向的右手边，就是2017年全新推出的欧洲看熊猫项目了。熊猫那胖胖的身体，总不会把我人也拖下去。憨厚可掬的模样，是不是很可爱呢？在乘坐缆车期间，请大家注意安全，严禁站立起来，严禁高空抛物，否则造成任何人员及动物伤害，责任自负。它
该不会把我拉下去吧？哪有熊猫？哇，熊猫！它很热是？真是冰块啊！如果没有冰块，它就不出来了，我们就看不到它了。这个膜居然是，我这个防偷窥屏我真的很窒息，啥都看不见。我自己一个人，好凉快啊！天哪！在委员会景区的长颈鹿广场，可以近距离接触到长颈鹿，对它们吃最喜欢的桑树和蛹看下面。欢迎游客朋友们前往待会儿带你广场参与长颈鹿的口味互动。经过长颈鹿广场，进入委员的风景区中心区域，在这里住着澳洲国宝考拉，我国国宝大熊猫等国宝级动物。是不是真的有？区为陆选游览区，所以为了游客的安全，乘坐缆车期间，请大家不要站立起来，不要摇晃车厢，严禁往窗外丢弃任何物品，否则造成任何人员的伤害，责任自负。前方途经的是我园对澳洲国宝考拉独立打造的考拉园，里面不仅有全球唯一的考拉双胞胎欢欢和乐乐，还有5代同堂的考拉大家族。考拉园内还建设了中国大陆唯一的考拉夫妇小课堂，在这里除了可以认识考拉知识外，还能亲密跟考拉拍照互动，这将给游客带来丰富欢乐。欢迎大家前往体验。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有点怕高。你想想，我一个恐高症，居然坐了那么多次的过山车，我也是觉得很绝美。2种不同的。每次我都是抱着死的危险去坐的过山车。一个人出来的，因为今天放假，然后除了今天晚上要回去录音，就没有什么工作安排。我不想一个人就是待在中心睡觉或者是干嘛的，就很浪费时间，我就准备出来走走。2017年，长隆推出全新的飞狮，他今天不是要去上海吗？在现实和2次元动漫世界中来回穿越，体验互动乐趣，穿越童话次元，进入剧组里到熊猫村看望熊猫大家族，去三宝馆可以看望我园可爱的熊猫三宝。缆车即将到达终点站，我可能以后会经常来这儿，然后带你们来不同的园区。今天是缆车区，带你们感受一下缆车。我好幸福呀，你知道吗？就是现在这个天气，它风很大，然后又没有什么太阳。出口可到达熊猫乐园广场。各位游客朋友，今天主要是没太阳，你看都没有阳光，就是那种阴阴的天。是啊，就特别舒服。虽然说它还有2个小时就关园了。我今天起得比较晚。有小丑。你看看后面。我刚刚买了流量，你说我以后会不会天天来美黑呀？还是穿个衣服吧。他们以为我在开视频呢，不知道我在直播。看啊，我带了防晒的衣服。然后下次往前走，最后出站。还穿了我的裤子。而且到最终准备下车。哎呦我的妈耶！而且到最终准备下车了。怎么是抖的？好，这个袋子还是回收的。你们看看，这有个回收袋子的。哎呦我的去！然后我就离开了，拜拜，谢谢你小黄。谢谢小黄陪伴了我这段美好的旅程。姐姐要跟你说拜拜了，我站了，拜拜。
出来了，我好直男啊！今天我真的热，我没看手机啊，我才不看手机呢，我出去了，我要。你看这么多人排队，我是多么幸运啊！我真的是个幸运狗呢，是吧？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就等了差不多10分钟不到，然后我就等到了。你看这排队排的，就是你要什么叫余光，就是哇排队排好久了，是不是？我真的是防晒小能手。我特地买的这个帽子啊，就是为了让我防晒用的。现在出太阳了，你看。我后悔了，今天没有化个妆，不精致。但是这样还是舒服点吧。今天是周一吗？是周一好像。我跟你们说啊，一个门票价格好像是几百吧。然后又很想看动物，然后我就办了一个年卡，就可以随便来。哇，你说。我先出去，我这边有空调。现在看吗？给你们看看今天的我，是不是？哈哈哈！哎呀，突然有人尴尬。是不是很尴尬？在你在凹造型的时候，突然有人开门出来了，真的很尴尬。哇，好漂亮呀！握握手。嘟嘟嘟嘟嘟。我当然尴尬，我在凹造型。哇，看给你们看，我跟你说，我刚刚在宿舍里面想找伞，发现我连伞都没有。之前有粉丝送了一套，我把它送给我的小侄女了。哇，很流畅吗？给你们看看这。我下次要买一把防晒大伞，但我觉得我穿这样也不用怕晒。那边有个好可爱的小宝宝，好可爱呀！你看，好可爱啊！好可爱，好可爱的小妹妹，是吧？好可爱啊！我的天哪，真可爱！她走了。这个小妹妹也好漂亮，养肥呀！真的好多人。萌帅酷乐园，这不是我这个帅哥要去的地方。就让本帅哥去玩玩萌帅酷乐园。很热，真的晒。孤独的影子。我在想，我要不要再涂层防晒，带了防晒。但是我听他们说，我不想走路呀，我想坐火车。
这个动物园好大呀！这就是亚洲小舞台。他们说半个小时一场。雪糕好想吃。它第二个半价。我以前怎么来玩的时候，几个人来玩，从来就没有这种特价。我一个人来的时候就有第二个半价，这是什么情况？走了。对啊，我说怎么回事？以前就没第二个半价，一个人来的时候就第二个半价，这什么打破墨菲的定律？我想问问火车的蒙塞特乐园，好的，熊猫乐园，我问一下。哎呀，有点不好意思。再来看看鹦鹉吧。嗨，你们的鹦鹉能说话吗？嗨。那个嘛没有。打扰了。哎，那边有火车。这边。我们看看我们的猴孙们去花果山乐园。好吧，妈来妈去的，我是真的打扰了，谁知道呀？吓了我一跳。就你看我这样挺好的嘛，假装你们在玩是吧？还不用晒太阳。你们来感受一下。哎，这边有童话广场。我跟你说，我今天穿这个裤子的好处是什么？看我这个裤子，看起来平平无奇，又平淡又朴实。其实呢，它蕴藏了很多的秘密。但是我这个腿价值千金，来看看。哈哈哈！这个平平无奇的裤子，全是鸡腿。我怕我自己饿。是，不是因为它这不能带吃的，你知道吗？这里面东西可贵了，这很贵呀。我是个4条腿的人，6条腿，我自个儿还有2呢。我包包在这儿呀，包包要检查的，他总不可能搜我身吧？我真是，请勿模仿，这是个不好的行为。泡泡，你们能看到泡泡吗？我们看一下泡泡。然后你们啥都看不见，能看到泡泡吗？他一路走过去的呀。不好意思，身高需要90厘米，学员他身高不可以骑车进去。身高需要90厘米，这是玩什么呀？小蜜蜂、摩天轮、迷你摩天轮，这也太小了，这太迷你了。算了。这个是什么？小蜜蜂。我怕把小朋友的，就是他玩嘛，人家排队，多来了一个，他也多排一会儿，他就不玩了。小蜜蜂，风级太贵了。风筝飞人，好看一看啊，吃个腿子，20分钟，好像有点不是很恐怖吧？我之前玩过。这种类似的，真香。那算了，这不是要我命吗？这是4D影院，这边出去，我以为是要过来坐小火车的。然后结果是那种长途小火车。我可以看吗？可是我没有买票，可以看吗？这是要往前冲啊！往里面走，楼梯上排队，往前面走一点，下一场4点半。要钱吗？酒店住客出示房卡，走那边快捷通道哦。要往前面走，楼梯上排队，下一场是4点半，快捷手按钮游客往那边走。4点半。
不用钱吧？闹闹来了吗？记得再买妈妈包。不用吧，那我就去。我没有看到。之前跑完有来过这种。没有鱼圆醋啊！花生桶。没事儿，这儿通道都很快的。哇，我可以脱衣服了。啊，好这个。啥？不是，因为我们都睡到中午了，然后他6点就关园了，我就想说，如果是买票来的话，很浪费钱，你知道吧？就逛2个小时，就很浪费钱，我就没叫你。不是，下一次我们早点来，我再叫你。就是真的，不然就来2个小时，多浪费钱，1个小时得。我真的得让我解释一下。你爸不在。我之前脑子抽了，我们买了年卡。然后就觉得不来就有点浪费了，是吧？你就有时间来一次。吃好吃大菜，对，有点多，有点。手擦一下。吃好的手擦一下，外面擦一下，里擦一下，扔掉。买完之后就有点后悔了。我感觉就只有这个才好一点。我不买你也不是没办法，我买的必须说好吃的，现在的。我9点出的菜单上的9点的小红包，我不看了。下次等闹闹来就看。长红的，我看了卡。怎么出去？这也可以出去。我可以装你这个出去吗？你好，我在看。要是想出去的话怎么办？你现在要出去吗？还有10来分钟就开场了，就会进场了。这些全部都一起进去了吗？只要现在能上来的人都能进下一场的。哦，好。哦，是这样子的。他们说只要能进来对吗？也想喝一口，再喝一口，喝一口。他们说只要能进来就可以看。谁呀4D 电影，我要看个电影了。我又错过了闹闹了，我一低头，他那个弹幕就飘到了最左边。我出不去。我不是，我以为是那种，他说只要现在已经站在这儿了，然后下一场进来的，他是个大电影院，然后再等几分钟，10分钟吧，10来分钟，我注意着。